最近在欧洲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俄罗斯跟北约看起来这个对峙有一触即发的态势。最新传出的状况是在9月19号，俄罗斯方面呢派出了3架米格31到了芬兰湾韦恩德鲁岛附近进入了爱沙尼亚的领空，大约有12分钟。注意这次是有人驾驶的飞机之前还是无人机那北约呢也紧急出动了驻扎在爱沙尼亚的 F-35。瑞典跟芬兰也紧急出动战机，在空中进行拦截跟驱赶那么在这之前呢，俄罗斯9月10号跟13号先后派出无人机到了波兰，然后也进到了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领空。俄罗斯的国安会主席梅德韦杰夫还声称说，北约如果针对无人机设一个禁飞区，就意味着就是来挑衅俄罗斯要开战了。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Peskov 则是进一步的明确定调。说北约正在与俄罗斯交战，这讲得很紧张的感觉但是事实上也许没有这么的 tense。好，那大家都在看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是有人机或者是无人机飞进了什么爱沙尼亚啦、波兰啦、罗马尼亚的领空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测试什么呢？测试欧洲的立场、态度、决心、战力。一方面也是在测试美方吗？测试什么？我觉得当然了，你进入别国的领空，当然是一种讯号。第一个，它是明显的挑衅；第二个，它也传达了一个政治的讯号。这是政治讯号，当然是给北约国家以及它背后的美国。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那么并不是一个大规模战役的一个发起线，而是用测试的方法。去看看欧盟，应该说北约对这个乌克兰战事的后续的态度有没有疲软，然后欧洲立场够不够坚定？因为就俄罗斯来讲，他们现在在军事上面基本上，原则上是占上风。占上风的话，他现在如果美国是那么期待的要尽快的能够在谈判桌上面能够解决，那一定是在桌上解决之前，想尽各种办法站到这更有利的位置。所以短期之内，我觉得军事上面它的张力还是会比较强的。OK， 其实测试这个一方面，我刚刚为什么问说，还一方面有可能会测试美方，因为美方现在是可以讲无暇以顾吗？因为它的重心不是在欧洲，它现在把重心放在印太，甚至是对准了中国大陆所以邱老师怎么看呢？第一点因为我觉得这几天的氛围非常的奇怪，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多忽然就是有这么多跟禁航区、跟北约、跟俄罗斯直接冲突的消息。那事实上我也不断在追踪这些讯息第一个就是针对9月19号这个事件，就是3架米格31。今天俄罗斯国防部的公布是，并没有侵入，并没有如爱沙尼亚所说侵入领空。OK。再来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很多这些国家认为说侵犯了波罗的海领空，大家忘记了俄罗斯是一个波罗的海国家，它在波罗的海有一块飞地加里宁格勒。过去从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固定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跟北方舰队司令部穆曼斯克，固定有定期班机跟每年都有固定作战演训，从俄罗斯飞到加里宁格勒，巡的都是这条路线。但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都没有说侵犯领空，这一次就说侵犯领空。好，再来另外一件事情，也是今天早上发生的，波兰抗议，就是俄罗斯的飞机也是米格31飞过波兰，在波罗的海外，波兰的国营波罗的海石油公司的海外专气井，那个不是波兰的领海，那是波兰宣称的经济海域。对，但是他就此要求北约必须要依据 Article 4，就是第4条款开会。那我们在看这些事情，其实我们会发现，整个这段时间，非常多的媒体或欧洲各个不同的消息来源都在操作一种紧张感。就是俄罗斯不断的侵犯北约周边国家的领空，所以他们在呼应一件事情，他们打算在乌克兰或者是接近乌克兰的边界设立禁航区。
那这马上就会有一个大的问题。好，假使北约后欧盟决定在乌克兰上空或者是波罗的海的上空设立禁航区，那谁来执行？对，禁航区你必须执行嘛，你不能说我换这个区域禁航区，它就会自动就成立了，变成禁航区，所有飞机飞不进来。表示说那个地方的态势是升级的。对，禁航区这件事情，其实关键就在北约要如何执行禁航区的这个命令，谁来执行？那北约的飞机如果升空的话，俄罗斯不认为你是禁航区，那双方就要在空中打起来。光是这就吵不完了哈。对，其实我想也进一步来请教邱老师，是说在空中是如此哈，在边境呢，最近真的也有一种紧张感啊，就是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在18号他透露说，目前有超过70万名的俄罗斯士兵啊，就在乌克兰战争前线还在作战中。但尽管如此，还是在波兰边境啊和白俄罗斯动员了10万军队，举行了这个联合军演啊，西方2025。那同时在刚刚提到这个飞地加里宁格勒啊，使用了这个伊斯坎德尔 M 这个弹道飞弹系统进行演习。所以呢，波兰的总统就表示说呢，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啊这次的演习是在模拟进攻这个走廊叫做苏瓦乌基走廊。要打通加里宁格勒的交通线哈，所以他们对波兰来说真的很紧张，如临大敌啊。就像您刚刚讲说，以前没什么事，但因为现在俄乌战争发生以后，他们是非常紧张啊。对，这个苏瓦乌基走廊就是中欧班列的列车从华沙一路到立陶宛过去必须要经过的，因为它的其实真正终点应该在加里宁格勒。那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欧洲自己整个把局势拉升很多。那这次的西方2025的演习，不是俄罗斯跟白俄罗斯，总共有16个国家参与，观察员还包含美国。对，这个是一个媒体还把它报道出来。因为俄罗斯就是怕误解，所以特别在这次的演习里面特别邀请了美国派代表，就是驻欧美军请他们派代表到现场去看。对，那证明说，我这个联合演习的不管是科目内容、方式、方向，其实并不是一个针对周边国家，比如波兰或其他的。那但是伊斯坎德尔 M 的弹道导弹的演习，这是跟西方2025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独立的。那俄罗斯在根据在2020年之前的谅解备忘录。加里宁格勒是不会放中程弹道导弹，为什么？因为它离欧洲心脏太近。但是在一连串从2014欧洲对，就是2014乌克兰革命之后，那一连串欧洲的制裁导致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失衡以后，后来才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了一个营左右的伊斯坎德尔 M。那放在这边的意义是什么？恐吓欧洲。因为伊斯坎德尔 M 离欧洲，因为从加里宁格勒只要有战术弹道导弹起飞，5分钟之内可以命中欧洲所有国家的首都。那威胁就大了，它威胁非常大。也就是如果从伊斯坎德尔 M 只要发射在加里宁格勒那个地方，欧洲几乎所有的防空力量是没有办法拦截，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威胁的动作。那跟西方2025其实是没有关系，其实真正要注意的是加里宁格勒的这个动作。但是邱老师，您觉得俄罗斯有这样的意图吗？没有，他顶多就是作为一个威慑。但是因为现在整个情况都是在一个战争开始慢慢走向尾声，但就像黄老师讲的，大家都在棋盘上面想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跟找到自己的利益，就跟美中关系其实是一样。对，那现在。欧洲这些小的国家，他们很害怕的是后战争时代如何变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跟欧洲之间不断的在玩那个胆小鬼游戏。那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在看，那我们就必须要注意说，欧洲是演给俄罗斯看呢，还是演给美国看？那欧洲的反应，它是做给俄罗斯看，还是做给美国看？但很明显，大家都是想要喂给川普一个印象。对，但是现在对欧洲来说，其实尤其是东欧啊，很紧张。那欧洲来讲的话，他们真的也认清一个事实，就是美国呢，他们可能就不会直接的
进到这个局里面啊，就在旁边作为第三者来观察。但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啊，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常常提到说有意图，但是也要看有没有能力哈。包括从俄方这边来看，还有包括从北约这边来看，又是如何哈？因为呢，面对这个侵犯领空这件事情，虽然说双方是各有各自的立场跟论调哈，但是呢，这个欧盟国防跟太空事务委员啊，已经表示了要召集欧盟各国的防长进行讨论，在欧盟东部要建立一个无人机墙。这个计划呢，预计是在1年内啊，要建设各种的感测器、防御还有干扰的武器，来探测或摧毁飞进来的这个，尤其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好，那么另外呢，配备有中程空对地核武巡弋飞弹的法国空军第2大队第4拉法叶战斗机中队，也为了因应这个威胁啊，他们要派出标风战机，而且要进驻到波兰的空军基地。英国也宣布要派出战机来参与这个东部哨兵的任务，所以从意图跟能力这2个方面怎么看？我们现在在讨论，因为俄罗斯真的想会跟北约为敌，那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的话，有战力吗？我觉得俄罗斯普丁来讲啊，我觉得现阶段做这些动作，包含像这个用这无人机去入侵波兰啊，或者是说这个刚刚爱沙尼亚领空是不是啊有这个米格机进入了这个动作啊？那包含像这个西方2025这一场军演啊，在跟白俄罗斯联演这么多的军事动作，我觉得最主要的目的啦，我觉得第一个，我同意刚刚黄教授讲的，在测试其实不只是北约，重点是川普的底线哈。那某个程度，我觉得也在警告整个北约或欧盟不要继续透过军援的方式来支持乌克兰哈。那如果现阶段来讲，我觉得第一个。能力上来讲其实我不认为俄罗斯现在有能力可以跟整个北约32国全面开战啊，所以能力上面如果不足，当然相对的意图我不觉得有这么高了哈。那这个动作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我觉得这牵涉到美俄之间的关系缓和有很大的关系，甚至他做这个动作，我觉得一个当然是警告北约，第二个。重点是，我觉得他是在做给川普看的哈，因为过去我觉得普丁应该对川普的这一个性格非常的拿捏，非常的这一个精准啊。那你看，光乌克兰的问题啊，那这个普丁跟这个川普会面的时候，其实某个程度他认为川普会买账的啊，川普都听他的啊。那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动作，等于说增加他手上的筹码，他做事要威胁北约，回过头来，川普又会再进一步来找他。那他有更多筹码来跟美国来谈，也就是说，普丁吃定了川普，您觉得？我觉得是这样子。好，那当然，川普为什么会这样做？那很多这个美国的媒体都解读说川普似乎在这个示弱了那不如过去美国原乌的这个坚定的立场。我觉得这个涉及到先前主持人其实看到一个非常精准的核心，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首要战略的对手是中国嘛所以他希望尽快的从这个欧洲。这个撤离，那把资源全力集中在对抗中国，所以他也抓到这个普丁也抓到川普这一个性格准备说他急于要离开这个整个欧陆所以等于说用这样的动作，某个程度威吓欧洲，某个程度也在跟这一个川普要相关的可能未来对俄罗斯的让步了那刚刚讲到这个军力上面的对比啦，我觉得基本上来讲，我们大概约略谈一下你如果说这个以俄罗斯过去还没开战前那当然实力确实是全球第2，非常雄厚。但跟北约比北约过去30国，现在已经增加到32国了那如果说以瑞典斯德哥尔摩相关的数据来讲地面兵力其实北约有多达340万那俄罗斯可能有120万那如果加上打了这个俄乌战争，其实很多的俄罗斯的兵力已经被耗损掉那当然，北约看起来数字很庞大，包含像比如说它战机有3500架，俄罗斯772架，那这一个。俄罗斯比北约强的地方还是在地面兵力，包含像坦克或火炮数量，其实是可以跟北约整个来匹敌。但是北约我们观察重点很重要，中间真正的一个军力的一个支撑就是美军。你如果把美军的这些不管海空陆的这些装备把它扣除掉，其实北约会变得非常的薄弱了那所以这个部分，美国是关键的重点这一个普丁要对付的整个北约，如果可以分化美国跟北约之间的关系，对他来讲，那未来不只是乌克兰，他希望能够进一步来吞下之外，当然接下来可能有更长的时间，他如果可以继续恢复他的一个军力，当然西进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所以为什么这个整个北约包含像波兰，其实他们不是今天才紧张的嘛？从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的第1天开始。他们就紧张这整个东翼北约东翼全面都在警戒无时无刻都在警戒，所以为什么他要进一步来提供乌克兰的军援？因为这唇亡齿寒嘛。
今天如果乌克兰已经被俄罗斯并吞，接下来当然他们会认为说，整个北约的东翼就面临这个第一道的这个威胁，接下来可能这个目标就是他们。所以现在看起来，俄罗斯的所有动作，其实我们刚刚都分析了，就是在做测试。那但是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现在挑战北约，甚至跟北约起冲突，犯得着吗？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